一颗不到$1的药物，杀伤力却堪比战争武器。它让数百万美国人失控，家庭崩塌，城市街头成为地狱。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2022年有超过10.7万人死于药物过量，是人数最多的一年。而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因为一种致命的合成阿片类药物芬太尼。That's a higher death toll than U.S. military casualties in Vietnam, Iraq, and Afghanistan combined. 而它的致死剂量仅仅是2毫克，比一粒芝麻还轻。大家好，欢迎收看硅谷101，我是陈倩。那么这期视频呢，我们来讲讲芬太尼100亿美元商业利益背后的金钱、死亡和背叛。它不只是毒品本身，泛滥的背后也改变了家庭结构、执法机构、医疗体系，甚至影响了总统竞选的话语权。那么芬太尼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占领美国的？而又为什么根除它几乎不可能呢？那我们先来聊聊药物芬太尼和毒品有什么异同呢？芬太尼、奥施康定、美沙酮这些阿片类药物，虽然它们是五花八门的商品名，但背后都共享着同样的药理，通过作用大脑中的阿片受体，尤其是繆受体，从而影响我们的疼痛感知、愉悦感受和情绪反应。它最主要就是因为激活大脑的一个阿片受体，就是繆的阿片受体，能够触发多巴胺的大量的释放，然后通过这种释放呢，来产生强烈的一种新快感，甚至也有可能致幻。作为药物，芬太尼常被用于镇痛。与其他普通的镇痛药相比，阿片类药物直接作用到大脑、脊髓等中枢神经系统，能够给大脑带来一种极强的镇痛效果和快感。如果说布洛芬是调低了疼痛感的音量旋钮，阿片类药物则是直接拔掉了音响电源，让大脑瞬间听不见疼痛，甚至陷入愉悦。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长期使用芬太尼带来的成瘾性威胁。阿片类这种药物，它是管控的麻醉药品，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停药以后会出现身体上的戒断症状，比如说焦虑，有的时候还会出现疼痛、失眠等等。它这样的话会形成一种心理、生理的依赖性。因此，阿片类精神药品一旦过量或者不当使用，一线之隔就会成为毒品。但是阿片类药物那么多，为什么大规模泛滥带来大量死亡案例的偏偏是芬太尼呢？主要在于以下4个原因那第一呢是易成瘾。比起海洛因芬太尼的镇动效力高50倍，持续时间却只有不到一半，并且带来强烈的戒断反应，因此迅速便可形成恶性循环。那么第二呢是易致死，大概一粒芝麻重量的芬太尼就足以导致呼吸抑制，继而致命。此外呢，由于芬太尼剂量小，它极易被掺杂进其他的非法药品当中。那第三呢是易制造，这也是芬太尼屡禁不止的原因芬太尼不依赖罂粟田等农作物，完全可以人工化学合成，只要有简单的前体化学品和设备，一座小型地下实验室就可以制造出足以让数千人致死的芬太尼。那么第四呢是低成本，根据纽约时报仅需要大概3600美元就可以在线购买足够的前体化学品来合成价值大约300万美元的芬太尼。那么这使得相比可卡因，芬太尼的利润率至少要高20倍。但是美国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的起源并非始于街头毒贩，而是有着合法的开端。那故事呢，还要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说起。当时尽管疼痛命题已经逐渐被社会所重视，但临床医生们还是非常清楚阿片类药品的成瘾性，因此呢，也是秉承着谨慎使用的原则。而1995年，美国疼痛协会的主席 Dr. James Campbell 提出了应该将疼痛视为第5生命体征的观点，认为应该像监测心率和血压一样去控制疼痛。嗅觉敏锐的美国制药公司们迅速察觉到了镇痛药里面的巨大商机，趁机大举推广各类阿片类处方止痛药。而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1995年普渡制药所推出的一种名为 OxyContin 奥施康定的止痛处方药。普渡宣称奥施康定能够12小时长效止痛，药效时长是仿制药的2倍。普渡还告诉医生，患者再也不需要在半夜醒来服药。对于有慢性病痛的患者来说，这实在太有诱惑力了。要知道，他们已经很久没能睡个好觉了。而对于医生来说，虽然还有疑虑，但只能说普渡制药给的还是太多了。为了全面占领美国市场，影响更多医生，1996年到2000年，
普渡将内部销售人员从318名增加到671名。5年内，普渡在佛罗里达、亚利桑那、加州的度假胜地举办了40多场豪华的疼痛管理研讨会，招待了5000多名医生、药剂师和护士。吃好喝好之余，还把他们发展成公司付费的专家讲师。想象一下那些场景阳光明媚的度假村里面，医生们一边听课一边享受着美食美酒，会上呢还领取丰富的礼品，那谁还会对公司推广的药物说不呢？有分析显示，参加1996年研讨会的这些医生和没参加讲座的医生相比，会多开出2倍以上的奥施康定处方。普渡甚至购买大数据分析，掌握全国各地医生的处方习惯，专门盯上那些开出阿片类药物处方最多的医生，定向去游说推销。他们有的时候会资助你搞研究。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可能给一些样品，免费的样品，让你有更多的患者。比如说我一天有10个病人啊，他送了我10盒，那我今天这个病人都不用花钱买药了，那你病人明天一听了以后，他会更多的病人来嘛，其实也是对于医生获取更多的患者是有帮助的。个别的情况下邀请他去讲学啊、写书啊。仅在2001年，普渡制药就在营销上砸下了2亿美元。2013年到2015年，阿片类药物制造商以餐费、差旅费和咨询费的形式，为美国近6.8万名医生提供了大约4000万美元的资助。简单来说呢，大约每12名美国医生当中就有1名是接受了与阿片类药物相关的利益输送，形式呢也多种多样，包括资助研究或者赠送免费样品来吸引患者等等。就是这样一款看似完美的跨时代止痛药，在普渡制药的大肆营销之下，年销售额从1996年上市时候的4800万美元，短短5年猛增到2000年的11亿美元，2010年更是突破30亿美元，成为普渡制药最赚钱的产品之一。而这些天量销售额的背后呢，却是每位患者们的成瘾噩梦。在上市没多久之后，普渡就不断收到医生和销售人员的反馈，很多患者在服药之后不到8小时就失效了。而为了维系神药的形象，普渡要求全美所有医生一定坚持让患者按照12小时一次的频率去服药。那至于药效不够的问题，普渡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加大剂量，从10毫克到20、40、80毫克，甚至不得不改成椭圆形药丸才能克下的160毫克。有的销售代表甚至私下提醒医生，可以告诉患者每次的服药剂量没有上限。在加大处方剂量之后，一定程度上能够延长药效的持续时间，但是药效一旦过去，那患者呢除了疼痛之外，还会产生恶心、焦虑等戒断反应，只能再次的服药，再次加大剂量。对于普渡来说，这反而是促进了奥施康定的销售，是带来了更多的利润。普渡曾聘请的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给出的销售方案甚至是，如果分销商卖出去的奥施康定导致患者出现药物过量或者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普渡制药就给分销商回扣。直白点说，就是分销商如果让患者出现成瘾症状，就能拿到更高的回扣。但是对于患者来说，人体一旦产生了疼痛与兴奋的循环，此时呢就开始成瘾了。难道普渡真的不清楚其中的药物机理吗？当然知道啦，你们不要小看药厂的那些数据报告，我是见过真正的叫机密报告。对于阿片类药物，它是一定会涉及到要做相关的动物实验的。需不需要做那种叫依赖性的实验？大部分会做的，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作用于精神中枢神经系统的，大部分会去做这样的实验。做了以后，他会很清楚，有了以后呢，他只是说有可能在一个范围当中，他会挑一些比较轻的，或者说相对来说数据好看一点的。他会公布出来，然后告诉你，目前的状况是这样，有依赖性，但依赖性不强，或者怎么样。事实上的话呢，是不是这样，我们也不敢完全肯定，但是你不能忽视药厂是有这方面数据的，这肯定会有。可是普渡在奥施康定上市的时候宣称，因为采用了缓释技术，所以成瘾风险甚至不足1%。现在听来匪夷所思的这个数据当年却真的让不少医生和患者信以为真。而瘾君子们为了拿到药，不惜花大价钱在黑市购买。普渡大肆宣传的缓释技术也被毒贩们轻松的化解，只需要把药片一捣碎就可以吞服、鼻吸或者溶解注射，瞬间获得强效吗啡般的快感。然而在面对各项投诉和处罚的时候，普渡虽然被迫在法庭上缴纳着罚金，但是工厂里却继续加大剂量生产。早在2001年，美国学界和患者们就发现了奥施康定警示标签不充分、药品设计存在缺陷的问题，纷纷找上门来。
从2001年4月到2007年1月之间，一共有1400多起类似诉讼被提起。但要证明 FDA 已经批准的药物设计有缺陷，在当时乃至今天都非常困难。再加上普渡方面也很善于将公众舆论和法律攻势转向原告自身，频繁在文件和庭审辩护中将责任都推卸给患者。因此，尽管患者们展开了数年激烈的药物诉讼，但是收效甚微。直到2007年5月，普渡的刑事麻烦达到了高潮。历经6年调查，美国司法部指控普渡以及3位高管违反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将虚假标示药品引入美国各州。这3位高管认罪，并且接受了超过3400万美元的罚金，而普渡公司则承认其出于欺骗或者误导意图，错误宣传奥施康定成瘾性较小，滥用风险较小，与传统止痛药相比更安全，因而同意支付超过6亿美元的罚金。2019年9月，普渡制药公司申请破产，而最开始提出应该将疼痛视为第5生命体征的美国疼痛协会，也在同一年因为涉嫌与生产阿片类药物的制药公司勾结而被迫关闭。而在今年1月，在一项由美国多州联合提起的诉讼当中，包括加州在内的各州总检察长宣布，他们与普渡制药以及其所有者萨克勒家族达成了一项总额7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其中萨克勒家族将在未来15年内支付最高65亿美元，而普渡制药则将在法院批准之后支付将近9亿美元。虽然普渡已经破产，但是奥施康定的滥用却成为了之后美国阿片类药物失控的导火索。我们也不禁想问啊，奥施康定最初是如何上市的？这么多年当中，为什么一直没有被监管所控制呢？按理说啊，在制药公司疯狂逐利的同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作为监管机构，本应该把守好安全与公共利益的大门。然而，现实的扭曲往往比电影还要精彩。1995年年底 ，FDA 批准了普渡制药的奥施康定上市。当年审批奥施康定的 FDA 官员柯蒂斯·赖特 Dr. Curtis Wright 在药物获批之后1年便离开了 FDA， 转头便加入了普渡制药，年薪高达40万美元，与在 FDA 的工资相比，涨幅高达300%。这天降的好运 offer， 试问谁不想借一下？但是这利益相关方实在是太直接了，很难不让人质疑赖特在 FDA 期间是否有利益输送。普渡制药公司的前董事长兼总裁理查德·萨克勒在一次审判的时候就作证，赖特在 FDA 工作的时候就联系了他们，询问是否有可能入职。要知道，当年 FDA 批准奥施康定，在药品说明书上注明了这样一句话：由于缓释配方，预计该药的成瘾和滥用可能性更低。就是这句话给无数医生和患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让他们误以为奥施康定是一种安全的强效止痛药。然而，这句话包括奥施康定的医学官员审查报告，正是赖特绞尽脑汁帮普渡制药写出来的。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赖特这种监管者与业界之间的旋转门现象并非个例。2002年 FDA 针对阿片类药物处方泛滥的苗头召开了一次咨询委员会会议，讨论是否应该收紧阿片类药物适应症的范围，限制制药公司将此类强效止痛药营销给一般的慢性疼痛患者。然而，这个委员会中的10位外部专家当中，就有5位曾经为普渡制药做过讲座或者研究，另外3位也和其他药企有着顾问或者合作关系。结果可想而知，这些有利益瓜葛的专家的讨论结果就是不建议 FDA 缩小阿片类药物的适用范围，继续给药企留出了广阔的营销空间。而与此同时呢，一向执法强硬的美国缉毒局 DEA 也哑火了。面对阿片类药物的泛滥， DEA 的执法力度呢却显得非常的疲软。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来自制药产业的游说和政治施压。故事聚焦在2016年，当时正值阿片危机的高峰，按理 DEA 应该拥有更强大的武器去阻断非法药物流通。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国会在2016年4月通过了一项法律，几乎剥夺了 DEA 最关键的执法武器。欧美企业其实在欧美国会的话语权是很强的，像比如礼来，我不是说礼来公司不好，就是因为礼来公司它的市值能达到8800多亿，它有话语权，它有足够的话语权来动员国会，在某些议案方面，它有利于企业本身的产品的销售，不一定是针对阿片类，就有一些企业，比如说普渡制药，它针对自己生产的这些止痛药，它就有会想办法撬开一个角，能够让自己的药品多销售出去。
这项由国会议员 Tom Marino 推动的法案，名字听起来冠冕堂皇，叫做《确保患者获得有效药物执法法》，简称 Marino 法案。Marino 法案简单来说呢，就是大幅度提高了 DEA 的执法门槛。过去 DEA 一旦发现药品批发商向所谓的药丸工厂、问题药房或者诊所输送可疑的大批药物，可以迅速发出立即暂停令，紧急吊销其执照，切断药物流向街头的通路，这是非常有力的执法手段。然而 Marino 法案修改了相关的标准，此前 DEA 只需认定某批药物运输对社会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便可立即叫停该批次发货，拥有较大的执法权限。而修改之后， DEA 必须证明该公司行为极有可能构成即时威胁，这几乎让 DEA 无法迅速阻断这些可疑的供应链。那换言之，这条法律等于给逐利的药品分销商们撑了一把保护伞，让他们即使明知所售药物流向可疑，执法部门也难以立即干预。但在阿片类药物危机高峰期，本应该收紧监管、严厉执法之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条背道而驰的法律呢？原来早在法案通过的前几年，大型制药分销商和连锁店就不满 DEA 严查处方药流通，对此展开了大规模游说攻势。根据游说公开报告显示，2014年到2016年年间，制药行业在支持该法案以及相关立法上的国会游说支出高达 1.02 亿美元。参与推动法案的23名国会议员共收到至少150万美元来自药企的政治捐款，其中 Tom Marino 本人就接受了近10万美元的捐款。根据 CDC 的数据统计该法案通过的当年，全美药物过量死亡的人数就比去年是上涨了 21.4%， 其中因为阿片类过量死亡的人数更是上涨近30%。更讽刺的是 Marino 法案背后的起草者林登·巴伯，他曾经是 DEA 负责打击药企违规的资深律师，2011年离职之后竟然立刻投身到了药企的游说阵营。当法案尘埃落定之后，他又在2017年进入美国最大的药品批发商之一的 Cardinal Health 担任高管，而 Cardinal 公司正是这个法案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可见制药行业当中资本的影响力是远超我们想象的，而在远离华盛顿的南方，毒枭和贩毒集团也没有闲着。当前美国境内 90% 以上的芬太尼都是通过美墨边境偷渡进入美国的，而有一个反常识的事实是绝大部分流入美国的芬太尼并不是毒贩们背着几公斤的包裹翻山越岭的徒步偷渡运进来的，而是通过合法的边境口岸把毒品藏在卡车的暗格、私家车的夹层，混在正常车辆和货物中，大摇大摆地从海关检查站通过。那毒贩们的胆子为什么这么大呢？因为他们早已经摸透了边境口岸官员的弱点，那边境管理在金钱的诱惑下被撕开了口子。比如说圣地亚哥口岸的一名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官员伦纳德·乔治，就因为收受贿赂在2024年被判处23年监禁。乔治在2021年年底勾搭上了贩毒集团，随后他会提前告诉毒品走私团伙自己的值班时间、所在的车道，并且提醒他们在1个小时之内将车辆开过来。在随后的8个月中，他至少放行了19辆满载毒品或者偷渡客的车辆进入美国，并且从中至少受贿了40万美元。可悲的是，这并不是个案。2005年到2021年年间 ，CBP 共有238名雇员因腐败被捕或者被起诉，其中71%的案件发生在美墨边境地区。据《纽约时报》调查，在2006年到2016年期间，美国边境官员共收受了大约1100万美元的各类贿赂，而这些腐败案中，大多数牵涉到的正是毒品走私。腐败程度之严重，从一个细节也可见一斑。2019年 CBP 员工被捕的比率大约为 0.5%， 看似不高，但已经是其他美国执法机构，比如说州和地方警察平均水平的5倍了。有国土安全部高官甚至估计，可能有 5% 到 20% 的边境执法人员不同程度的卷入了腐败勾当。这个数字哪怕取下限，也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比例。不过更加棘手的是芬太尼的变体非常多。在我们的采访嘉宾伊拉来看呢，这个过程就像打地鼠游戏，政府好不容易出来了相关的政策法律，禁止了芬太尼前体的清单。那么第二天呢，我们看到毒贩实验室里面就研究出了新的前体。That is a little bit the game with fentanyl in the sense that if you crack down on the final form of fentanyl, what people do is they go one precursor earlier. So they go one carbon atom
more proximal in the organic chemistry to the final form. And then the authorities catch on. We have to crack down on fentanyl. We have to crack down on fentanyl minus 1 carbon. And then they take 2 carbons off. This is what people call kitchen chemistry. Like, this is not hard to do at all, to add carbon atoms on. The problem is that you can only take so many carbon atoms off before you're getting into like household substances that everybody uses. 这也带来了严查芬太尼的最大难点。许多走私方式并不是直接偷渡芬太尼本身，而是用来制造芬太尼的各种原料，到了美国再人工合成。It's very hard, and it's uniquely hard. Like,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all other drugs, that you can easily synthesize it in a chemical way. That's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enforcement question if you're a drug enforcement agency than is, oh my God, here's like a matter of organic chemistry that I have to think my way not only through, but I also have to think ahead of the people who are constantly, brainstorming, oh my God, what's the next form of this that we can import when they crack down on the last form. 根据美国海关统计，单是在2023年在南部边境截获的芬太尼总剂量就足以让全体美国人死亡16次。然而，即便有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执法者也深感无力。如此多的毒品源源不断的漏网潜入，流向美国的大街小巷，原因就在于是真的查不过来。为了提升效率，美国海关还在边境口岸部署了几百套非侵入式检查系统 NII Systems。这类设备通过 X 射线或者伽马射线扫描来检测车辆、集装箱和包裹中隐藏的毒品、武器等违禁品，最快仅需要8分钟，是人工检查效率的15倍。然而，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202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2020年到2024年年间 ，CBP 共采购了150套固定式大规模 NII Systems。虽然承包商已经陆续交付了114套，但在全国各入境口岸部署并且安装了的却只有不到一半。光是被闲置在仓库中的检查系统就价值9600万美元。那这批设备未能投入使用的原因主要有3点。第一呢是辐射监测门干扰，意思是呢某些设备安装之后就会干扰现有的辐射检测设备，从而导致读数不准确，需要重新设计屏蔽装置。二呢是资金不足 ，CBP 最初为某些系统预估的安装成本是在440万美元，然而承包商评估实际所需高达4740万美元，高出原估价的11倍。那么3呢是土地租赁谈判困难，比如说部分系统必须安装在私人铁路公司拥有的土地上，但是因为迟迟未能达成土地使用协议，导致设备在口岸堆放超过了3年。而在全美已经部署安装的一共361套大规模 NII 系统当中，有166套系统，占约 46%， 处于停运状态。停运原因中最常见的居然是因为入境口岸没有足够经过培训的官员来操作这些系统。那技术呢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但是因为运营和执行上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这点还挺让人无语的。而就在 CBP 的检测设备罢工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墨西哥的毒品实验室里面却在加班加点的研究能够制造出哪些能够逃过检测的前体同样在边境高墙的另外一侧，美国街头的毒贩们也在降低成本方面动着歪脑筋。那最近2年DEA 的专家们就发现，在街头缴获的芬太尼当中突然多了一种叫做甲苯噻嗪的物质。这种物质常用作于动物的镇静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在人用的毒品当中呢？芬太尼的药效持续时间比其他阿片类药物，比如说海洛因要短，而将甲苯噻嗪加入芬太尼中可以调控药效持续时间。要知道，芬太尼成本大约为$300每克，而甲苯噻嗪只需要$5每克。因此，加入甲苯噻嗪之后，同时减少芬太尼的使用量，就可以达到降低成本却毒效一致的目的。甲苯噻嗪原本是一种兽药，虽然对于街头毒贩们来说，他们并不在乎。但也有研究人员指出正是毒贩们的这点赚钱的小心机呢，可能还导致了美国2024年因为药物过量死亡人数的下降。对，你没有听错掺杂了兽药的芬太尼可能还让死亡人数下降了，是不是有点反直觉？
刚才介绍芬太尼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过，芬太尼致死的最主要原因是呼吸抑制，而甲苯噻嗪不会。所以吸毒人员在吸食含有甲苯噻嗪的芬太尼时，达到和之前相同快感所需要的纯芬太尼含量更少，因此呼吸抑制所导致的死亡的风险也有所降低。然而甲苯噻嗪的副作用是皮肤坏死，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类似于丧尸一样的吸毒人士游荡在美国街头。这是不是还挺黑色幽默的？毒贩们追求利润的那点小心思竟然是降低了芬太尼的致死率。当然，这也不是这个数据下降的唯一原因随着药物滥用问题在美国各界受到重视之际呢，各方确实在动用一系列措施和手段，目前看起来是初见成效。2024年的数据就显示呢，美国药物过量死亡人数确实大幅度下降自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也是自1990年代阿片类药物危机爆发以来的最显著的下降之一。那多个州呢都是报告了2位数的死亡率降幅，其中路易斯安那、密西根、新罕布什尔、俄亥俄、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州等地的降幅呢，甚至是超过了35%。这一可喜的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否意味着这场芬太尼危机就快要结束了呢？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作为公共卫生战线的主力，扮演了数据监测员和指导者的角色。他负责收集并且发布流行病学数据，制定防止阿片类药物滥用的指南，比如说2016年的安全处方指南，并且协助各地开展预防和治疗工作。那值得注意的是CDC 既非执法机构，也无药品的监管权，发布的更多是建议而非指令。但是呢，他们的专业指南对医生群体和各州的政策是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 CDC 在2016年推出阿片处方指南时，采取严格措施避免利益冲突，要求起草专家不得与阿片类药物制造商有任何经济关联。该指南基于科学证据，建议医生更加谨慎地开具阿片类止痛药，限制初始剂量和疗程。然而不出意外的，就在指南草拟和发布阶段， CDC 遭遇了猛烈的阻力。一些接受药企资助的团体和个别医生公开抨击这项指南。那么更大的问题在于，不同联邦机构一度各自为政，步调不一。CDC 缺乏强硬的执法手段，只能不停地发出医学警告和指导。而彼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仍在批准新的阿片类处方药物上市。缉毒局 DEA 也多年持续提高阿片药物生产配额，让市场上流通的止痛药数量节节攀升。直到过量死亡人数大幅度攀升，各机构才惊呼不妙。在2017年前后，通过总统委员会、国会听证等渠道开始加强合作。2010年前后，美国政府开始严格管控处方阿片类药物，医生开止痛药的阀门被迅速拧紧。全国每100人对应的阿片处方量从2012年高峰时候的约81份骤降至2020年的43份左右，降幅接近47%。这些措施看上去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我们的采访嘉宾却表达了另外一个担忧那就是这些项目是否能够长久的执行。These programs tend not to last very long because people come into office, they try to implement it, people get upset, and then they take it off the tray. You need to do this for 5 years before you're really going to start seeing an effect. But we elect new political officials every 18 months or so. 而棘手的真相是，不管政策如何迭代，毒瘾并不会凭空消失，这就是典型的供求关系。只要需求不消失，无论政策如何改变，永远都会有替代品源源不断的出现。所以当处方药被严格监管，防止滥用之际，价格低廉的海洛因起来填补了缺口，之后又有了芬太尼这样的非法合成阿片大举入侵美国。那么结果就是在短短的几年当中，药物滥用者经历了从药房处方到地下毒品再到实验室毒品的3连击。那这种急转直下的态势引发的一个尖锐问题就是，政府在打击处方药泛滥时，是否有些矫枉过正、过于迅猛呢？在切断合法药源的同时，是否是采取了足够的措施去救助那些已经成瘾的患者呢？不幸的是，当时的戒毒资源和社会支持并未及时的跟上，许多成瘾者是被抛入了更加危险的深渊。面对满目疮痍的现实，美国社会各界近年在努力的补织最后的安全网。其中纳洛酮 Naloxone 也被称为 Narcan 的普及呢，被视为扭转过量死亡趋势的关键举措之一。
纳洛酮是一种阿片类药物拮抗剂，能够在几分钟之内逆转致命的阿片过量，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它对使用者几乎没有副作用，即使误用在病位过量的人身上也基本安全。过去几年，各地政府和社区团队大量采购并且免费分发纳洛酮喷鼻剂，为的是尽可能在第一时间挽救垂危的过量者生命。美国联邦监管也为此大开方便之门。2023年3月，美国 FDA 正式批准首款纳洛酮鼻喷剂作为非处方药在药店上架，意味着任何人无需处方就能够买到纳洛酮。但是我们的采访嘉宾也指出纳洛酮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神奇。纳洛酮它是一个方法，但这个方法其实不够足效的去解决滥用的问题。有的人说，那我吃一片再打一针，那其实到最后没效，因为你正向的一直在作用的话，你这种截断抑制作用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强的，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一个综合的效应才能解决。目前市面上有多个品牌的纳洛酮喷剂，一个双剂量套装的价格呢是大约在30到45美元。不过呢，街头买到一剂致命的芬太尼却只需要区的10美元左右。那么为了弥补这一差距各州是纷纷实施了免费发放纳洛酮的项目。那比如说俄亥俄州等地区通过社区机构呢，向有需要的人去提供免费的纳洛酮套件。一些公共场所的墙上公园的长椅旁边，甚至呢是挂起了救命药盒，方便路人去紧急的取用。那 CDC 的数据就显示，2023年全美零售药店共向公众提供了超过210万份的纳洛酮处方，比2019年翻了1倍以上。同样在2023年的 CDC 通过过量数据到行动，也就是 OD2A 的这个项目，向全国49个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40个地方卫生部门呢是拨款了2.79亿美元，以支持社区防治过量，包括购买和发放纳洛酮等干预的措施。当然，纳洛酮并非万能药，这场危机的另外一面呢是那些尚未戒掉毒瘾的人。频繁使用纳洛酮救回生命，却要立刻面对可怕的戒断症状和复吸风险。那救命呢只是起点，如何去帮助这些经历死里逃生的使用者真正走出毒品的阴影，却仍然是摆在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芬太尼危机的发展轨迹就像是一场多重防线同时失守后形成的后果。制药公司的贪婪主力、监管体系的漏洞、公共卫生资源的薄弱，以及社会结构的失衡，这些因素共同交织，是酿成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药物滥用危机。Well, that's an issue with the fact that America has no safety net. So we let these people fall and fall and fall and fall, and then they turn to drugs because they have nothing else that brings like a sense of joy in their life. They're just trying to numb the challenges that they dealt with. 此外，就业压力呢也是一大因素。We look at the people who are tending demographically to get stuck on these drugs. They tend to be a little bit older. They tend to, face certain biases in the professional market.As compared to young people, there probably is a system for getting these people into productive society that we are not doing. 这场危机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在医疗、法律、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系统性失守。虽然2024年过量死亡的下降让全社会看到了希望，但是危机尚未结束，每年仍然有数万人因为药品过量而逝去。但不能不提的是，在过去几年中，从联邦到地方的政策调整，无数一线工作者的努力，都在慢慢的修复先前崩塌的道防线。那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对于毒品成瘾的现象来说，执法打击固然重要，但是更关键的是提供治疗、教育还有希望。当警察、医生、社工、社区志愿者乃至戒毒成功的过来人们都能够参与进来，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和执法者的决心，才能更有效的去对抗这场毒品风暴。但是这场对抗战注定将是漫长的。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陈倩。你们的留言、点赞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拜。